进入盛夏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就是中暑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中暑的问题的话，它可以渐渐发展成为热射病，而热射病呢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夺取人命的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小看了中暑它潜在的危险。中暑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身体散热有问题，散热不良。我们人的身体散热呢，透过血管血流经过皮肤表面的时候，我们皮肤散热了，我们喝水流汗可以散热了，我们呼吸的时候有少量的散热作用了。散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你想一想看，如果你的环境温度比你的体温高，你如何散热啊？就好像你把一杯80度的水，你放在一个90度的水里面，你等它散热，那杯子里面的温度下不去啊，因为它的环境温度比它的体温还要高啊。所以中暑这个事情往往是在夏天，或者是闷在一个地方晒太阳，你体内的温度呢降不下去。如果你感觉有一点不舒服，你跑到阴凉的地方去多喝水，因为它会流汗，会帮你降温的，你会觉得比较舒服的。热射病的发展过程呢，绝大多数的时候对普通人来说是先从轻度的中暑先开始的。你会感觉到身体流汗比较多，这时候你的体温呢有可能略略的上升，就是感觉有点不太舒服，没力气。如果你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降温的话，慢慢你就会发展成为中度的中暑，你会容易抽筋，叫热痉挛啊，抽筋啊，出汗更多，口渴啊，血压降低了，甚至于虚脱了。这时候你的体温呢就开始比较明显的上升了，你就会感觉比较明显的不舒服了。如果你再不处理的话，它就会发展成为重度的中暑，英文叫做 heat stroke。heat stroke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热射病了。你的体温呢有可能会升到40度以上啊，那个对你的脑啊伤害很大的。那个时候你就会意识模糊，甚至于昏迷，然后你会抽筋，然后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器官会出现很不好的变化。所以呢，它的致死率很高的。我们大家不能忽视简单的中暑啊，因为热射病不一定是从轻度中暑发展成为中度中暑，然后变成热射病。热射病有可能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就发生了。如果你突然之间把你自己暴露在一个气温很高的环境里面，然后你的活动量又大，但是你身体无法散热，在这种环境里面呢，对我们身体来说就是比较危险的一种状态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如果你要预防热射病，当然最好的一件事情是避免高温暴露了，尤其是太阳正在中间，早上11点到下午2、3点之间，这种情况尤其是夏天应该要避免了。然后你应该到比较凉快的环境里面去。第二个呢是补水，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流汗流得厉害的话，光是喝水是不够的，你需要补充电解质的。其实在国外很多运动员他们在补充电解质的时候，他们会选择皮米矿物液，因为它粒径小，它进到细胞里面的细胞的利用率比较高。你们如果要去买电解质水的话，尽量避免含糖量高的电解质水，你可以喝矿泉水，你可以喝椰子水 OK 这一类的补充电解质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避免诱发因素。什么因素会诱发热射病？在高温环境的底下喝酒、剧烈运动，然后呢避免空腹或者是疲劳的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这个呢就是大家在盛夏去做运动做训练真正需要特别注意的。高风险的人群呢，其实呢是身体状态比较不好的，比方说婴幼儿，一定不能把他们放在很热的地方，要注意他们身体的散热。你们家里面有新生婴儿的话，你会去医院看，他们不会给他穿很多衣服的。这个婴儿的育婴室里面维持一个23度左右的温度，婴儿身体很舒服很凉快的，他不需要穿很多衣服。老年人是高风险的人群，因为老年的人中枢神经比较迟钝，身体容易脱水，他需要保持在凉快通风有空调的地方，定时补充水分。慢性病的患者，如果你糖尿病、你高血压、你有心血管疾病的话，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凉快的环境里面，尤其是血压高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朋友，在空调房里面突然跑到外面很热，温度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，对你的身体会有比较多的不可控的这个影响跟因素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户外工作者了，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工作，你是高风险人群了，还有运动员了，还有军训了，这些人群呢都是属于高风险人群，需要特别的注意喝水散热，喝水散热。发现自己有中暑现象的时候，赶快把自己放到一个可以散热的环境里面去。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预防热射病的顺口溜：勤喝水，勤通风，勤休息，避高温，避剧烈运动，避空腹，少喝酒。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关于中暑、关于热射病所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，谢谢大家。